婚？我为什么结婚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就是白送我个老婆我都不要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不要？你知道为什么？结婚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结婚就意味着带来了高消费。你结婚要不要车？要不要房？是不是？要不要给彩礼？彩礼就按普遍地区的18.8万来算吧，是不是？还要买那个3金呢、5金呢，那些是不是要花钱？结果一离婚，你还得分我一半的财产，我想想我都亏了。不结婚的话，以后老了怎么办？我到时候就找一个二婚了。你看现在离婚的人这么多，我倒是找一个二婚带娃的，你知道吧？这样还买一送一呢。这几年，一个明显的社会现象正在浮出水面：大龄未婚女性越来越多，而年轻男性的婚恋态度也在迅速发生变化。过去，男人愿意为女朋友花钱，愿意当舔狗，是因为他们觉得未来可期，工资会上涨，机会很多。可随着经济下行，就业压力加剧，结婚成本、育儿成本居高不下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男性也开始自保，他们不再愿意为了恋爱透支自己，也不再愿意为了婚姻背上几十年的债务。就现在你们男生出来相亲这么牛的吗？出来吃饭跟女生 AA， 然后结婚呢必须得做婚检，婚前有多少存款还得说清楚，不会主动去当舔狗。以前谈恋爱呢谈个1-2年，现在3次约会还不能确定关系的，那就拜拜，直接下一个。让我给买房买车给彩礼，说那可以那女方陪嫁多少，否则免谈。就什么房子加你的名字也不太可能，就我宁愿自己打光棍，自己赚钱自己花，不香吗？就何必去自找烦恼？我想说你真的是人间清醒，太有主见了。光棍就光棍吧，光棍又不是我的错。这个社会上现在光棍的多得很，反正又不止我一个，别人都不着急，我着急什么？对不对？反正我这辈子也就这样子了吧，也没有女人能看得上，对吧？当光棍挺好的，一个人一天10块钱就已经过剩了，所以说没有必要去担心那些什么给老婆孩子花钱呀，这些都免去了。我觉得光棍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是不是？你们觉得呢？近日，一名32岁的女子在相亲时与男方到餐厅用餐，结果她点菜毫不手软，一顿饭竟花了8000元。男方2次提醒她适可而止，但女方并未理会。最终，男方借口上厕所悄然离开。事情发生在河南新乡，32岁的苏女士花费2800元在婚介所办理会员，希望能尽快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婚介所很快为她介绍了35岁的王先生，对方从事建材生意，看起来经济条件不错。两人在线上简单交流后，觉得彼此条件尚可，便约定线下见面。王先生为了显诚意，特意把见面地点定在了当地一家高端私房菜馆。本来是两人单独见面的相亲局，结果苏女士没提前打招呼，直接带着自己的男闺蜜一起赴约，说是让男闺蜜帮忙把关。落座后，苏女士开始点餐，也不管3个人能不能吃完，她自顾自地点了一桌子海鲜，清蒸帝王蟹、澳洲大龙虾等，还顺手点了一瓶近2000元的进口红酒。这一桌下来，总价接近8000元。王先生当场劝了2次，希望简单吃点聊聊天就好，但苏女士完全不理会，觉得对方做生意条件不错，这点花销不算什么。吃到一半时，王先生借口去洗手间离开了，随后将苏女士的微信和手机号一并拉黑。苏女士和男闺蜜在包间里等了半小时，越等越不对劲，始终不见王先生回来。面对8000元账单，她当场情绪失控，只能刷信用卡把账结了。这事在网上传开了，网友们纷纷表示女方太贪心了。有网友说，在看到她和男闺蜜一起来的那一刻，王先生就应该起身离开。遇到这样的人，谁不跑谁是傻子。我30加还没结婚，
被催婚崩溃到无数次，长辈说我挑剔的不行，他们那代人永远没法跟我们这代人共情，哪怕这个人是我妈。那个时候我总是跟我爸妈聊我的生活过得有多充实，有多快乐，聊我的职业规划，我的能力。我以为我不停的聊这些，我爸妈就会觉得，我过得挺好的，就能安心。但我发现我错了，我的朋友也劝我理解父母，差不多别挑了。我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太固执了。后来我真的想通了，结婚不是任务，不是到了年纪就必须完成的事。博主表示，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不足以支撑结婚，也不想把所有负担都压在父母身上。如今生孩子已经远不只是添一双筷子那么简单。在他看来，女人最好的归宿并不是婚姻，而是拥有独立养活自己的能力，有让自己快乐的底气。对婚姻不将就，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。别被 PUA 了，大龄剩女才是最珍贵的宝藏女孩。30岁以上的被你们叫做大龄剩女的女生，恋爱脑、傻白甜的概率反比年轻的女生要多很多。真正有心机的捞女、绿茶、渣女，根本不可能把自己拖成大龄剩女。她们大学就懂人情世故了，一毕业呢就趁着自己年轻漂亮，早早的找个好男人嫁了，怎么可能熬到30多？都知道现在男孩子不愿意当舔狗，男孩会认为都到了婚恋市场了，咱们谁也不要端着架子，能聊的就好好聊一聊，不能聊的就直接下一个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女孩子就要注意以下几点。第一呢，就是刚见面每一次都是男生给你主动发消息，请你呢一定要认真积极的去回复。很多女孩子呢不重视这个，总是呢要考验男孩的耐心，刚见面感情是经不起考验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每一次男生约你出去看电影也好，吃饭也好，连续3次都是男生付钱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男生他的心里也会有想法的。我儿子27岁了，不结婚，我不但不着急，我还支持他不结婚。如果说你的孩子不结婚，你着急吗？现在可不像咱们70后那会儿了，只要结了婚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，能吃饱能穿暖就知足了。现在真的不一样了，你们知道离婚率都达到60%了，结婚早就不是人生的必选项了。我身边还有好多人天天逼着孩子相亲呐、结婚呐，说什么结完婚我就完成任务了，不结婚到老了谁养你？你以为孩子结完婚就天下太平了？盲目选择的婚姻最后都是两败俱伤。如果他遇到了错的人，那很可能毁了2家人，甚至2代人。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，背后往往有多方面的原因。首先，现实生活压力不断增加，房价、教育、医疗等开支都不小，让不少人对婚姻和家庭生活产生顾虑，担心一旦结婚，经济负担会进一步加重。其次，一些年轻人更加注重自我感受和个人空间，不太愿意为家庭承担过多责任，也不愿意在生活中迁就对方。免费给我一个老婆，我都不可能要。我现在33岁，我单身，我打工10年，我存款30万，每天吃利息只花10块钱，我都营养过剩。我不去当舔狗，我不去讨好那些无关紧要的人，再讨好他都是要跑的，你留得住吗？出身寒微不是耻辱，不当舔狗光为丈夫。帅哥，问一下，你允许自己的女朋友有男闺蜜吗？那肯定不允许啊，我比她更了解男，必须给我断干净了。那你有女闺蜜吗？我有啊，我们是哥们儿，那都纯友谊。你就不担心你女朋友吃醋吗？她凭什么吃醋？女孩子应该大度一点嘛，这点事儿她都包容不了，大不了分手了。那你觉得情侣吵架，男生应该主动道歉吗？那不可能，她给我道歉，那是她爱我。我给他道歉，那我不成舔狗了吗？你们真的不知道，就是家里人催婚啊，能有多疯狂，会有多风言风语的话说出来。是因为我是昨天刚回家，今天才是我回家的第2天。像我就因为这个催婚的问题，就和我妈有一些口头上的争执。一开始我答了我为什么我现在还不考虑结婚，原因我也跟他分析了，我说一个是因为我工作也比较忙，这个阶段我不希望考虑来分享我的经历。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自己状态还蛮好的，暂时没有那种向外就是需要找一个男人的这种诉求啊。我也跟他说了我很多的这种客观的原因，
但是你知道，家长催婚他是不看你客观因素的，他只是说你年纪不小了啊，你要结婚，你不结婚的话，你看这个以后都没有人照顾你。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老套说辞，我想说服他，他想说服我。所有催婚的父母相当于在催你孩子的命，你自己都没看懂什么是婚姻，就让你的孩子进入到姻缘里面，这是最不负责任的表现。你只是在机械地完成你认为的人生流程。一个人的姻缘是早就注定的，他该在什么时候发生就一定会发生。比起催孩子结婚，还不如自己好好想一想什么是婚姻。父母婚姻幸福的孩子根本就不用催，反之，你的催促只会逼迫那些孝顺的孩子向你低头。你是赢了，但孩子的一生就输了。我用自己离婚的教训告诉你，一个女人哪怕你再有钱，结婚也一定要彩礼。我告诉你，越是有钱越是独立的女生，这个彩礼你越得要。我身边所有结婚没要彩礼的女生全都离婚了，无一例外。反而是那些要了彩礼的，现在反而还过得都还不错。这个不是钱的问题，于男人而言，彩礼是对女人的承诺和尊重。也许很多人会说彩礼就是卖女儿，甚至是买一个女人的生育价值。但是我很直接的告诉你，真正有本钱的家庭，真正有素质、有修养、有认知、有格局的家庭，彩礼是一定会给的。最近出了个人才啊，天价彩礼这个世纪难题，愣是被这个小伙用金融思维给破解了。他的方案绝了，彩礼要28万、38万，甚至88万都行，绝不还价，但必须用女方身份证办贷款，钱贷出来直接给女方，只要不离婚，男方负责月供，这钱就当彩礼了。要是离婚了，剩下的贷款就归女方自己还。这下好了，既不用扯皮退彩礼，又帮银行完成了放贷任务，简直3赢。要是有姑娘不同意，觉得风险大，那正好说明不是真心想过日子的，趁早分手，省得耽误时间。兄弟们，你们说这主意怎么样？我敢断言，如果彩礼彻底消失，底层的男光棍不仅不会变少，反而会更多，而且更加的绝望。你以为彩礼是挡箭牌？不，那是你们最后的入场券。很多男人觉得女人不结婚是因为那几十万彩礼，醒醒吧！当彩礼这种明码标价的门槛彻底消失，那么婚姻就会进入全方位的素质筛选模式。没了彩礼，女人会看什么？看你的房产证，看你的学历，你的情绪价值以及你的综合能力，甚至看你3代的基因。博主分享了一个发生在他老家的故事。邻居家的儿子辛辛苦苦打工多年，好不容易攒下10几万元，自觉离娶媳妇儿的目标越来越近。后来村里开始推行不要彩礼的新做法，他们一家高兴坏了，以为不用花钱就能娶回一个媳妇儿。结果去相亲时，姑娘问了3个问题：你在城里有房吗？孩子将来能不能上好学校？1年能不能带我出去旅游2次？当场就把男方问得哑口无言。过去有彩礼，他还能靠一家3代举债，硬撑出一个机会。如今取消彩礼，他那点微薄的收入，在生活品质面前反而毫无竞争力。快过年了哈，这一对本来打算商量着结婚的日子都挑选好了，剩下的就是正在商量当中，然后这2天黄了，因为啥呢？我从头来跟你说。红娘了解到，这次分手其实是男方主动提出的。男孩家庭条件不错，父亲经商，他也跟着一起做生意。女孩是一名老师，收入虽然不高，但2人相处融洽，很谈得来。正因如此，红娘一时想不明白，为什么男孩会突然提出分手。她便试探着问男孩的母亲，是不是因为女方要的彩礼太高才闹到分手？男孩母亲连忙否认。经过进一步交流，红娘才逐渐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女孩这边呢，都给男孩提要求，他说你这边挣的多少钱，必须以后每个月我要管着，就是他每个月他收入挺可观的，是2到3万。他说你这边的钱挣的要我管的。他爸爸跟他爸爸就是这个男孩的爸爸哈，跟这个男孩是一块儿，就是他爸爸做这个生意，他等于是他儿子跟着他爸爸就在干，知道吧？他家族的这一个小点的生意吧，一个月反正也有几万块钱。他要这个男孩的收入全交给这个女方婚后，然后带着他公公的钱，就是说因为他们家就是一个儿子，知道吧？上面一个姐姐结婚了，就是一个儿子，他这男孩的钱也要管着，他公公的钱也要交给这个女方，就是说管着。结婚之后，意思就是这个女孩当他们家整个大家庭的家，就这个意思。男孩听了女孩提出的条件后，心里一下子就不愿意了，便和母亲商量，决定把这门亲事退掉。女孩得知后立刻改口，说自己不要公公的钱了。
可男孩的态度很坚决，怎么劝都不松口，女孩这才后悔莫及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